本朝祖制，女人不得干预朝政。当时的情况，你们都知道，是我把这个组织给废了。可是啊，从今往后，这条组织还要恢复起来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当然了，太后是君，摄政王毕竟是臣，君臣的礼仪不可废。遇到重大的事情，摄政王还是要请示太后，才多施行。德公公，奴才奉懿旨，恭迎新主子。主子，走吧。皇上驾崩了！1908年11月14日，光绪34年10月21日。光绪皇帝崩，年38岁。隔一日，慈禧太后崩，年73岁。载沣之子3岁的溥仪继位，定建元年号曰宣统。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。What is your name? 孙文。How old are you? 45. Why do you want to come to America? Business. What kind of business? Finance. $500? 孙中山再次赴美筹款，被旧金山移民局扣留，居木屋17日，后由华侨保释。孙先生啊，你不必发火。是这样的，旧金山移民局接到密报，说你的护照啊是伪造的，这是陷害。哎呀，孙先生，你先住下再说嘛，着什么急呀？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住不起。嗨，我已经给你付了1个星期的住宿费。1个星期的住宿费你都付了？付了，放心吧，请这边走。1个星期。哎，孙先生，孙先生。哦。Sorry， 我要退房。请问先生的姓名是？孙文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。你不是要住1个星期吗？我有急事，我不住了。另外，你把我已经预付了1个星期的住房费退给我。好，不过今天的20美元是要交的。这没道理啊，我没住啊。可是您已经进入我们的房间了。我没住啊。
我们宾馆的房间。我没住啊，关键是规定是只要您进入房间。你听我说，我进入了房间，但是我 What happened here？ 经理先生，He has been in our room. He wants his money back. 我没住进去，可我今天一天都没住进去。Sorry， 我进了房间，但是我坐都没坐。Okay，give the rest to him, please. Thank you。哦，先生，就是这儿。楼上客人催着要衣服呢，你赶紧送去啊 ，David， 你查一下203。好的。你好。啊，听说你们这儿住的很便宜是吧？2小时以后再来。到底多少钱一个晚上啊？1美元。得等一会儿。好，我们坐。来，为什么要等2小时以后呢？先生，这2小时以后楼上才有空房。生意还不错吧？啊，挺干净。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住的。哎，孙大炮，哎，你就是那个让我买债券的孙大炮。哦，我认出你来了，大姐，你就是买了8张债券的大姐啊！谢谢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呀！我买了8张债券，你说好了1比10的利息，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都没还给我们，你还我800美元，你还我800美元。我现在没钱。我好不容易你听我说，才找到你的，我不管。我孙女一定把钱还。我当时说的好好的，这是我们的血汗钱呢。你还有完没完呢？什么有完没完？再这样，我们不住你的店了。大姐，你不还钱还要跑？大姐，现在我们要是有钱，还住你的店吗？抓骗子来人呐！现在不是骗子不骗子的事儿。什么？叫警察！大姐，你别！先生，你快走！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？什么不讲道理？你这个骗子！你快走！你的衣服糊了！什么？抓骗子！抓骗子！先生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是旧金山凯文旅店，我们这边有骗子。这个女人很厉害，她差点没把我这脸上来了个金印，差点把你充军发配了。你说我们2个被她……哎，怎么那么巧？你怎么问我？你怎么就找这么个地方？我哪知道啊！刚才要不是我，你完了。对。不过呢，他说的有道理。这钱呢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还给他。一定还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今天是大年初1呀，过年了。大年初7了。你们家乡过年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拜年的？那个，我们广东我是知道。过年好，恭喜發財啊！過年好，過年好，恭喜發財發財！好，過年啦！哎呀，国将不国，国将不国呀！香帅，您今儿个这是怎么了？卫廷啊，太后皇上尸骨未寒，咱们俩呢就被他们给架空了。你看啊，这摄政王的一个弟弟载洵掌握着海军，另一个弟弟载涛掌握着陆军，这哥俩
抓住了军政大权。肃亲王单骑掌握着民政部，一双铁掌抓着警务权。孝亲皇太后的外甥载泽揽死了财政。这朕辈子不用说了，农工商部还是他的，那可是咱大清的经济命脉。还有伦辈子掌握着资政院，说是预备立宪的机关，可他到今儿个还没开院。总之啊，咱大清有点实权的地方，全都姓了满喽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？这大清国就是王爷们的美餐。清贵掌权，违背祖制，牵流所及，人民涂炭呐。相帅，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恐怕轮不到人民涂炭，咱俩就先让他们给涂了炭。要是这么着，那又怎么着？主子，摄政王来了。柱子，他来干什么？奴才不知道。让他进来吧。给太后请安。这可不敢当。小德子，太后，快请摄政王起来，看座。这谢太后。摄政王，老佛爷生前说了，我这个太后是不能参与朝政的。啊，可老佛爷也说了，有重大事情要征求太后的意见。哼，真是新朝新气象，这才几天呢，能有什么事儿？臣请旨，诛杀袁世凯。这倒真是大事。可他又没犯什么错，你怎么杀他呀？臣听外界传闻，德宗皇帝生前……传闻是传闻，是不是真的，要看怎么说的。臣明白了。圣旨下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特旨加封军机大臣袁世凯太子太保衔，以示优容钦此。摄政王到。臣给摄政王请安。啊，袁世凯，臣在。太子少保，皇恩浩荡啊！臣感激不尽呐。知恩就要报恩。度支部尚书载泽请旨准行。各省财政全力归中央。嗨，两位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新朝新气象，到处要用钱，可国家的银库是空的，怎么搞得好吗？啊，还望两位的南洋和北洋都带个好头啊！摄政王，地方财政自主，你可知道它的来历？哼，陈谷子烂芝麻，不说也罢。要说，咸丰年间，英法联军入侵京城，太平军起事，又占去半壁江山。当时是到处都是军事，到处要用钱粮。可中央没钱呐，
各省督府自己练兵筹款，保卫大清江山，所以朝廷颁发上谕，各省督府可以财政自主，一律免办报销。这政策同光两朝俱为既定方针。这袁世凯，臣在。你怎么说？我嘛，也想起了点儿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。庚子那年，八国联军侵犯北京，皇上太后西狩，我当时在山东居中调解。那个时候，我倒是真想能有个中央财政。摄政王，当时用钱，我上哪儿去报销啊？袁世凯，你的北洋银库比朝廷的还大，难道朝廷不能过问吗？那就请摄政王宣旨，把我们这些大臣通通以贪污罪论处，宰了算了。我说袁世凯，你吃了枪药了？不敢。孝亲皇太后临终遗训，遇事要裁夺施行，还要请摄政王三思而后行呢。好吧，你们就敷衍本王吧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一年来，我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各省要求立宪的呼声如火如荼。魏廷啊，如今老佛爷不在了，你还要等12年吗？还不请求立即立宪？这回我带来的各省请愿书，车载斗量，各省咨议局代表马上就要到北京来，请求立即召开国会。立即立宪，速开国会，速开国会，重组内阁，重组内阁，速开国会，速开国会，立即立宪，立即立宪，速开国会。让开，让开，你们让开，让开，你们才让开。立即立宪。王爷，怎么回事啊？有人在闹事，叫警察把他们轰走。就是警察在闹事。禀摄政王，军机处收到了大量的请愿书，都是什么事儿？就一件事儿，请朝廷立即立宪，召开国会，重组内阁。这事儿，本王自有安排。可外面的警察闹事儿，看来有人急不可待了。民心所向，请摄政王认真对待。蜗牛角上争何事？失火光中祭子身。袁世凯，你知道这是谁的事吗？今日朝会不是诗会，是白居易的事。袁世凯，你可知此诗何意？做人做事，夫为不争，莫能与之争。袁世凯，你明白了吧？还争什么？今日不争，
何日再争？再争之日，可还有我大清？我大清？大清什么时候姓袁了？皇太后驾到！都起来吧。摄政王，我来的可是时候。不早不晚。袁世凯，慢！张之洞，你少管闲事儿。摄政王，孝亲皇太后遗训，女人不可再干预朝政。姿势体大，太后正好管得着。那也得由军机处惩治庶职，不得在朝堂上无端发难。日常朝政，本王当家；若有大事，太后也可当家。怎么，你管起当家的来了？老臣不容乱了朝纲。大胆！老臣不敢大胆，倒是胆寒。皇上上校时局为鉴，一招不慎，举国大乱呐！若是摄政王和太后做出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，势必动摇社稷大业，请深思熟虑。张之洞，你果然聪明。不过，别的倒也罢了，这事儿，本王绝不容情。既是如此，老臣冒死奏陈，请摄政王恩准袁世凯暂时回避。本王若是不准呢？老臣以死谏之。魏廷，还不嫌？微臣叩谢天恩。快走！张之洞，本王算给足了你面子，可阎王叫他今日死，死在3更还是5更，又有什么区别？张之洞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德宗皇帝的朱笔谕旨。老臣已经猜着了，接谈相议之事，不料竟是真的。太后，老臣听说，德宗皇帝所书“杀袁”2字，还有许多。袁世凯就一条命，一道珠玉也就够了。杀别人是够了，可要杀袁世凯，哼，还差得远。张之洞，你敢亵渎先皇圣谕？之洞一辈子恃才傲物，可要亵渎圣谕，那是从来不敢。摄政王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各位王爷们，知道是为什么吧？我有私心呐。
这个私心，就是太想当这个军机大臣。山西巡抚、两江总督、湖广总督，来来回回，我在地方上是扑腾了几十年呐。那些平辈的、晚辈的，一个个都进了朝廷中枢。这军机大臣也该轮到老臣我了。所以那些年，我上的折子很多，啊，都是对事不对人。我不敢得罪朝廷的大臣和各位王爷们呐。摄政王刚才说，蜗牛角上正合适，这诗摄政王能背，不一定懂啊。有些个事情，你争了大半辈子，他就是争不来。可终于来了，竟发现到手的东西，对人对己却毫无益处，毫无益处。我呀，不再为自己争了，我要帮你们争点东西，帮你们争点东西，争取让你们的，哦不，让咱们的大清能够继续下去。张之洞，别以为你是三朝元老就倚老卖老。之洞确实老朽了，也没几天可活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献上最后肺腑之言。摄政王，新朝方例，绝不可轻辱重臣，动摇社稷大业。一个袁世凯杀了就杀了，与我大清社稷何干？四王爷，你掌管着民政部，抓着警务大权。现在正在外边请愿的警察，可是你指使的？既然不是你指使的，你可管得了？你管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把警察大权牢牢地攥在手里，可我大清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创建的，大大小小的警务员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。你们说，这警察他会听谁的？啊？还有你们摄政王的亲兄弟们，一个陆军大臣，一个海军大臣，一个军资府大臣，哼，了不起呀！可老臣听说你们的戏唱得不错，可统领军队，那可不是在戏台上唱戏。老臣还知道你们的牌打得好，可是军事谋略，难道是桌上的牌局吗？我张之洞自从入翰林时候起，就讲求练兵。中法之战亦是亲临，后来历练新军达30余年，可对于军政，岂敢言一个能字？说句老臣我从来不愿说的一句话，对于军政，就是老臣我也比那袁世凯差远了。不是我长他的志气，在我大清，敢言军政者，唯袁世凯一人而已。我杀了他，
死人还谈什么军政？那你把北洋6镇的官兵全杀了？我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因为你只杀袁世凯，他们就会造反。张之洞，你危言耸听。北洋军是袁世凯缔造的，北洋的官兵都视袁世凯为他们的父母。哼，你要杀他们的父母？哼，哼，你试试。就是不杀他，也不能留着他呀。王道谈谈，王道平平。依老臣之见，让他开阙回籍就是了。那也得找个理由啊。就说他崴了脚吧。你先说，说呀。爹，载沣耳朵根子极短，这次尽管有张之洞的保全，恐怕我们还没有在安全之地。爹，依孩儿之见，上策是想办法出国。只有到了国外，才是最安全的。爹，您在大使馆不是有好朋友吗？你们懂什么？我是军机大臣，又不是持不同政见者。洋人不会保护我。再说说你的下策。去天津。爹，您在那里经营多年，故人很多，在万不得已之时，还可去租界周旋。兴城和治安来过吗？来过，见爹不在，立刻就走了。真是人情冷暖啊！胡说！大人，事情紧急，最好还是去天津避一避。你也这么考虑？嗯。那你的意思呢？去天津。嗯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快进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干什么呢？预定房间了没有？来，先让他们先坐，这边，那边。哎，你过来，快点，把箱子都拿进来啊！Господин Ян Шикай, какая радость, что вы снова у нас. Вы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й гость. 过去找你妈呢。你们两个到这儿。Добрый вечер. Проходите. 要几个清静房间。再要专线电话。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. 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. Пойдемте посмотрим номер. 过来，别乱跑。圣旨下，袁世凯接旨。圣旨下，袁世凯接旨。圣旨下，
袁世凯听宣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军机部大臣、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才堪大用，正可报效国家。据料竟患足疾，步履维艰，难胜职任，着即开缺回原籍，以示体恤，钦此。喂，经理赵侍郎要请袁大人说话。大人，是治安。我是袁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治安，是我。大人，没事了。那要看谁说的。张中堂说的。不，我是说，那些崽子辈儿的就这么完了？完了。今天上午，学部研修抗书，请摄政王收回成命，但无人呈递。张中堂竟亲自出面上呈。张中堂让我转告大人，那旨意不会再有更改。大人，真的没事了。袁大人，治安，转告乡帅，就说是我袁世凯说的，大恩不言谢。爹，这么说，咱们就逃过这一劫了。爹，那咱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回老家了？以后这乡帅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